各位家长，大家好，我是丁老师。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现在这个社会啊，我们的孩子呢越来越难带。社会上的各种思潮啊，什么同性恋了、跨性别婚姻了、吸毒了，这个世界吞噬着我们孩子的心灵。这些社会的不良现象，严重的干扰着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严重的影响着这些孩子们的思维和思想。我们的孩子沉迷于手机、网恋，内心空虚、自私、脆弱，承担不起一点责任和压力，拒绝和父母交流，甚至不愿意上学。大家今天找这个方法，明天找那个方法，只是在技术层面头疼治头，脚疼治脚，忽略了我们本来非常清楚的一个教育方法。其实我们大家是知道的，唯有让我们的孩子建立对神佛的信仰，内心有了神佛的光芒的时候，这些黑暗的阴性的东西都会离我们的孩子而去。所以给孩子建立对神佛真正的信仰是多么的重要。也基于这样的认知呢，就说我们的这个家长从孩子出生一直努力的让我们的下一代成长成为一个有信仰、有道德的人。如果说你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建立了自己坚定的对神佛的信仰，已经稳定的走在了这条道路上，那么我恭喜你，你真的非常的令人赞叹。因为孩子的这一生你可以放心了。道理很简单，你把他交给了你所信仰的神佛，孩子的一生有神佛的陪伴，有神佛的护佑，有神佛的指导，他一定能够稳定的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但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孩子到了青春期特别是15、16、17、18以后，都离开了我们给他灌输的信仰，被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所淹没。我们这些家长呢，内心真的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忧虑，因为我呢见到了无数的家长在引导自己孩子走向神佛这条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坎坷，以及最后不幸的结果。到底为什么这个从小看上去非常非常听话，也非常非常虔诚的相信着自己的神佛的孩子们，为什么到了青春期就离我们心中如此圣洁的、如此崇高的神佛而去呢？当然有原因。我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讲原因在哪儿，我们该怎么办。当今世界对孩子的污染，毫无疑问的，这是导致孩子离开对神佛的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这不是关键的原因。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在教育引导孩子的过程中犯了几个最关键的错误。当孩子离我们而去的这个具体的行为和具体的事件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是很难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犯了错误。当孩子离我们远去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够想明白我们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其实不是说他离开的那一瞬间问题出现了错了，实际在他从小跟着你的时候，就已经为他的16岁、18岁离开打下了这个不良的基础。他小时候呢，你说什么他就信什么，因为他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而且父母在小孩子心目中是具有绝对的权威的，所以他认为，我爸我妈告诉我的肯定是对的，我就要照着做。所以他小时候表现得很虔诚。但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到了12、13岁、14、15岁，这个社会给他灌输的很多东西和你告诉他的出现矛盾，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思考。但他虽然思考，虽然开始对你讲的东西有疑问，
但是由于这个时候他的年龄、他的身体还不足以与你发生冲突和对抗。我说的怀疑，并不是说他怀疑的正确，而是因为他被这种不良的思潮污染之后，而你在最关键的时候又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对你信仰的神佛产生了怀疑，产生了动摇，你没有及时的解除他内心的这种怀疑和动摇，所以让他的这种怀疑和动摇始终就放在了心里边，然后生根发芽。随着他年龄越来越大，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给他解决的时候，他发现，我爸我妈说的，在他的角度，在他的理解不完全正确。这个社会很多东西是放纵人性的，不是抑制人性中的恶。这些孩子们他还小，你让他享受生活的美好，享受男女关系的美好，这些东西都会让他的人性中动物的那一面很容易接受，而对神佛的信仰其实是很理性的，是要抑制人性中很多恶的东西。凡是有信仰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当他成长过程中开始接触外部世界的时候，我们灌输的这些东西逐渐的在他内心就出现了动摇，出现了崩塌，直到某一天他彻底的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而已。我开始为什么说今天的孩子难带了，这里边是有原因的。今天加拿大统计真正的信神信佛的人数加起来不到30%，今天的美国信神信佛的人数加起来不到50%，而30年前加拿大信神的人数大概70%，美国达到了80%。这个就是导致今天孩子如此难带的原因。我来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如果说过去我们家长在带领孩子信神信佛这条道路上，只把他培养到了80%，对我们能力所限嘛，只把他培养到了这个程度。但是30年前我们所处的整个环境，大家是信神信佛的。当你即便是接触这个社会的时候，80%你所遇到的人、遇到的环境是仍然在正面灌输你信神是多么的美好啊这样的道理。那么孩子大概率仍然走在信神信佛的道路上，但是今天我假定咱们已经很有能力了，已经把他带到了信神信佛程度达到了90%，但是当他到了学校，连信神信佛的这个事儿老师都不敢给你提，那么他在这个社会只有30%的可能性遇到信神信佛的人来跟他谈神佛的教育，而70%的人跟他谈的都是社会上的那些物欲。这个时候孩子又大了啊，不太受我们的影响和管束了，那么这个孩子离我们而去的概率就非常的大。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不是最关键的原因。最关键的原因是我们做家长的，在我们具备影响孩子、掌控孩子、引导孩子的这个关键的时间段，0到12岁这个最关键的环节，我们没有让孩子达到坚定的对神佛的信仰，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失误。我没有指责家长的意思，因为还是那句话，叫术业有专攻。在我长达2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我带领了无数的孩子走上了坚定的信仰神佛的道路，而我的这个方法，当你学了之后，你的已经离开了对神佛信仰的孩子，你有90%以上的概率把他重新找回来，你还能够引导他、带领他走在信神信佛道路上的孩子，你可以100%的避免他进入青春期、成人之后离神佛而去，你完全可以避免他重蹈这样的覆辙。这个方法类似于工厂里标准化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过程，
原理解释起来是比较复杂的。当你原理理解之后，操作就是4个步骤。每一个家长运用我的方法，在培养孩子成为一个信神的、信佛人的这个道路上，一定能够达到你绝对满意的效果。我总结的这一整套方法，在我的直播课程中，把我的这些经验、感悟、方法教给大家。大家想知道我的教育的效果，可以看看我的油管频道丁老师有话说，我的同样名字的网站丁老师有话说，上边记录了一些我的教育的理念、教育的方法，以及我学生成长的过程。我带的孩子，当他们内心建立起了对神佛的强大的信仰的时候，每一个孩子身上都出现了神迹。他们知道了反思，他们不再浪费时间，他们懂得了自我规划、自我前进、自我管理，他们变得积极阳光，他们的整个身体由内向外散发出一种耀眼的光芒。我现在说的不是一个比喻，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你能看到的那种光芒。我不知道我们这些对神佛有信仰的家长见没见过，当一个孩子坚定地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时候，他的整个人是会发光的，他的眼睛是明亮的，是清澈的，他的人那么纯净，内心的那种慈悲，内心的那种积极向上、阳光的那种精神，怎么能和今天社会上的那些自私自利、贪图享受甚至于做着那些龌龊的事情的人能一样呢？肯定不一样啊！当孩子心中有了神佛，有了信仰，他的人生一定能够成功。几年前，世界比较著名的一个杂志对几百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进行了一次信仰调查。在这所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当中，有90%以上的人是有着坚定的对神佛的信仰。对全世界企业家各个领域里边成功的人士做了一个调查，95%以上是有着对神佛的坚定信仰。这个比例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信仰对一个人的成才是多么的重要。我们的家长爱孩子，我们为了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的爱是不安全的，没有保证的。你陪伴孩子是保护不了孩子的。把自己的孩子交给神，交给佛，让自己的神佛去陪伴他，去帮助他，去看护他，你的孩子才有一个真正美好的未来。其实还有一些家长呢，上我的这课之后跟我讲，说他没有想到，在运用我的方法，在给孩子培养这个坚定的信仰的同时，竟然发现他自己原来的信仰其实并不坚定。随着陪伴孩子的成长，他把自己那么有一点点不坚定的地方终于给稳固了。他现在是真的知道自己才是100%的坚定的信仰的神佛。这都是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附带的意外的一些收获。其实我这门功课呢，我不认为它是一门功课，我不认为它是在教你培养孩子的这个信仰。其实这是一场对孩子、对咱们家庭及对整个社会的一场救赎运动。我们不能让这个社会这个无神论就这么疯狂的操纵下去。我们要从我们每一个孩子、每一个人开始，去重建我们人类对神佛的信仰，给自己一个机会，给孩子一个未来。这就是今天我这个视频想要达到的目的。下一周我就要直播这门课程，而且这门课程是付费课程。很多家长当孩子
明确的离开了我们的信仰的神佛的时候，内心的崩溃，因为我们的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在漫漫的人生当中，他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家长是知道的。但此时此刻，一种无奈感，一种无力感，真的让人心痛。你只需要把我的这个课程学了之后，你就知道你现在正在走的这个路问题在哪儿。我的这个课程呢，大约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而不是这20-30分钟的视频能够讲清楚的。今天这个视频，我就要为我下一周直播课程做宣传。说真的，所有我曾经做过的免费的课程，效果都不是很好。我今天这个课程，就是能够帮助你重新找回你的孩子，能够帮助你绝对不再走这种弯路的一门课程。大家觉得这门课能值多少钱？课程时间大概是4个小时左右啊。在这4个小时里边呢，我会把这个方法的原理具体操作跟大家讲清楚。同时在后头大概1-2个小时的时间里边呢，我会跟大家互动，会解答这门功课相关的一些疑问。同时呢，我会请我的1-2名已经在多伦多大学读书的孩子，也在就说当我跟大家答疑解惑完了之后，来跟大家聊聊天，聊聊他们第一是如何建立起来了对神佛的坚定的信仰，第二也聊聊他们建立了这样的坚定的信仰之后，对他现在的学习生活乃至人生所带来的这种影响，以及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同时呢，购买直播课程的前100名，我会送出我写的一本书，名字就叫做《走出教育孩子的误区》。这本书呢是2011年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这本书呢，其实出版的当年呢，就获得了国家2项大奖，一个是中国图书进步奖，记不太清楚。我在这儿提醒大家，不要犹豫，一定要购买我这门课程。你199美金的投入，就会改变你孩子乃至你自己家庭的未来。其实，在这个孩子的教育上呢，各种名校，各种补习班各种就是说这种费用呢不计其数。但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品质，对神佛的信仰的这种建立，你花出去的那么多钱，没有1分钱起到这样的作用。因为在今天海外的这个环境，没有学校能够在这方面给我们的孩子提供帮助。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品质，最重要的方面，我们恰恰在这方面没有做任何投资。今天199就是你对你孩子最重要的这个方面的投资，而且是投资在了你自己的身上。当你掌握了这个方法的时候，你不论有几个孩子，他都会坚定地走在信神信佛的道路上。孩子在信仰上的坚定，在道德品质、人生目标、健康的心理生活习惯这些方面的良好的建立起的良好的习惯，不用我们操心，他的人生处在一种非常幸福和平稳的状态。你们觉得一个孩子的人生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你只需要花199美金。而且我在这里郑重的承诺，你上完这个直播课程之后，你只要给我留言说我不满意，我们199美金1分钱不扣给你退回去。这就是我在这个视频里面当众的承诺。如果有了这样的承诺，你仍然不愿意给自己的孩子一个机会的话，那我就无话可说了。但是我相信相当一部分家长是不会错过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的，一定现在就扫码购买，为了自己的孩子，为了自己孩子未来一生的幸福，不要犹豫。
最后啊，我再跟大家讲一讲我做建立信仰的这门功课的初衷。我也是身在海外，我深刻的体会，身在海外的当父母真的太不容易了。多少次孩子不理解你，你仍然选择温柔的对待，是什么信念给了你力量？多少次你白天拼命工作，晚上还要陪孩子补课，累到崩溃，你有没有一个可以依赖的、依靠的精神的港湾？多少母亲，这都是我亲身亲自面对面交流过、接触过的。白天要适应当地的工作环境，下班拖着疲惫的身体，晚上还要陪孩子补习中文，孩子10点钟睡了，还有无尽的工作在等着他。多少当爸的白天拼命打工，承担自己对家庭的责任，那边还要担心着工作签证，担心着 PR 批下来了没有，这边焦虑着孩子的学习，明明很想跟孩子聊聊天，聊聊心事儿，却常常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更不要说那些独自带着孩子在海外的母亲，丈夫远在中国大陆，母亲一边陪孩子读书，一边补习自己的英语，一边要熟悉这边的环境，为后边的移民做准备。可是呢，孩子呢，依然沉迷于手机，不听话，甚至觉得你不理解他。多少次，大家夜深人静的时候，问过自己没有？我已经这么辛苦了，为什么孩子还是这个样子？多少次你转过身，偷偷的擦着自己的眼泪，只是不想让孩子看到。亲爱的家长们，不是你不努力，也不是你不够爱，而是你的努力和关心没有找到方向。振作起来，你这些年的辛苦终于要迎来回报了。我一点不夸张，只要你愿意跟着我走，过去你所付出的都不会白费，你所流的眼泪都不会白流。你真的不会愿意看到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被其他那些已经有了信仰的孩子远远地抛在身后。你真的不忍心看着孩子带着彷徨与无助，没有信仰的度过这一生。我知道你不会愿意。家长们，不要犹豫，不要犹豫。请点赞、订阅、转发，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丁老师新的视频。